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一帖》。在正式开始之前，先请你帮我一个小忙。如果你平常也会关心健康议题，或是身边有正在面对重大疾病的家人朋友，记得先帮这支影片按个赞，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你的每一次互动都能帮助更多需要的人看见这些重要资讯。接下来要谈的内容，气氛可能有点沉重，但真的非常关键。也可能会颠覆你对癌症的既有认知。最近在国际期刊上出现了一项引起高度关注的研究，这项研究试着回答一个困扰医学界很久，却始终没有清楚答案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些癌症患者看起来肿瘤不大，转移也不多，却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反而有些人全身都有转移状况，听起来很严重，却能再撑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如果你直觉认为关键就在肿瘤大小，或是器官一个一个坏掉，那其实跟过去多数人的理解是一样的。但这项研究指出，事情可能远比我们想的复杂。真正决定生命最后走向的，可能不是肿瘤长多大，也不是转移几个地方，而是一个长期被忽略却非常致命的过程。为了厘清这个问题，研究团队先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把100多位癌症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完整资料交给多位资深的专业人士判读，请每个人各自判断这些人最后真正离开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出来之后，连研究人员自己都吓了一跳，超过一半的案例，不同判读者给出的结论彼此不一致。也就是说，就连长期研究癌症的人都很难单靠经验说清楚生命最后那一步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发生。这个结果其实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死亡原因，很可能只看到表面，真正的关键藏在我们不容易直接观察到的地方。于是，研究团队决定把焦点拉回最直接的证据，去检视那些已经留下来的身体资料。他们分析了多位癌症患者的完整验尸报告。就在这个过程中，一条非常明确却长期被忽略的线索慢慢浮现出来。研究人员发现，在将近90%的案例中，患者的主要血管里出现了大量密集的癌细胞团块。这些癌细胞不是零零散散地漂浮，而是聚集成团，卡在关键的位置。如果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比喻来说，人体的血管就像是一整套维持生命运作的高速公路系统。而这些癌细胞团块就像是在最重要的交流道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连环事故，一旦交通被完全堵死，后面的器官就会因为供应中断，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全面危机。这个现象让研究团队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致命关键可能不在肿瘤本身，而是在血管里正在悄悄发生的事情。找到这条关键线索之后，研究团队并没有停下来，他们接着做了第2阶段的观察。这一次不再只是回头看结果，而是试着追踪生命最后那段时间身体里正在及时发生的变化。研究人员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长期被低估的角色身上。这些细胞存在于血液中，平时数量不多，就像是从肿瘤表面脱落的小碎片，顺着血流在全身慢慢漂流。在多数时间里，它们看起来很安静，没有明显的攻击性，也不会立刻造成问题。但就在生命接近尾声的前几个小时，整个情况突然完全不一样了。研究发现，这些原本零星存在的癌细胞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增加，不是慢慢变多，而是像被按下开关一样，数量突然爆冲。更令人不安的是，它们不止变多，行为模式也出现了剧烈改变。原本一颗一颗分散存在的细胞开始彼此粘在一起，从小小的单位迅速聚合成一团又一团的大型细胞块，而这些突然形成的大型细胞团，正好和前面在血管里发现的那些堵塞物完全对得上。也就是说，验尸报告中看到的血管阻塞，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意外，而是一个在生命最后阶段快速酝酿完成的过程。当研究团队把这2条线索放在一起，一个过去始终说不清楚的谜团，终于慢慢拼凑出完整的样貌。癌症末期真正夺命的，并不是单一器官慢慢衰竭，而是一连串像骨牌一样连续倒下的事件。第一步，癌细胞进入血管；第2步，血液中的癌细胞数量突然暴增；第3步，这些细胞开始彼此结团，形成大型堵塞；最后一步，主要血管被卡住。
整个生命系统瞬间失去平衡。这样的流程一旦启动，速度非常快，几乎没有太多缓冲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让家人完全措手不及的变化。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头解释一开始那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全身都有转移，却还能活得比较久，而另外一些人肿瘤不算大，转移也不多，却突然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答案其实非常清楚，真正决定生命长短的不是肿瘤看起来有多严重，而是癌细胞有没有成功踏进主要血管。如果肿瘤虽然多，但还没有攻进那条关键通道，那生命的倒数就还没有正式开始。但一旦癌细胞进入血管，就等于按下了倒数计时器，即使肿瘤不大，转移不多，只要开始在血管里结团，整个致命流程就会像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换句话说，真正拉开生存差距的，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肿瘤，而是血管里那条看不见的致命时间线。当研究团队把资料进一步拉开来看，他们发现一件让人非常震撼的事：原来癌细胞有没有侵入主要血管，比肿瘤长多大，比转移到多少器官，都更能预测一个人还能活多久。研究显示，如果癌细胞还没有明显进入血管，即使已经是晚期，平均存活时间仍然可以用年来计算。但只要一旦开始侵入主要血管，整个情况就会急转直下，存活时间可能直接缩短到只剩下几个月，甚至有些案例从出现血管侵入的迹象开始，生命很快就进入倒数。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光是有没有侵入血管这一件事，就可能让生命期出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差距。这个结果几乎完全推翻了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判断方式。我们一直以为转移越多就越危险，肿瘤越大就越接近终点。但这份研究告诉我们，真正最关键的红灯其实是癌细胞什么时候踏上那条血管的高速公路。一旦这个红灯亮起，后面那整套致命流程就等于已经开始倒数，而且这个倒数速度往往比大家想象的快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在谈癌症风险时，可能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结果，却忽略了过程。看到肿瘤变大，看到影像上多了一个转移点，才开始紧张。但真正致命的关键其实早一步发生在血管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影像检查看起来还算稳定，却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变化。因为在画面看不到的地方，癌细胞可能早就已经进入血管，并且开始聚集。而一旦血流被阻塞，身体就像突然被切断电源一样，多个系统同时失去支撑。这不是慢慢走下坡，而是快速失衡。理解这一点之后，对癌症的整体看法其实会出现很大的转变。我们不再只是问肿瘤在哪里，而是要同时思考它离血管有多近。换句话说，不只是肿瘤的位置，还要看肿瘤和血管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个位置可能就是决定生命节奏的关键。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团队开始提出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治疗的战场也许不该只放在器官里的肿瘤，而是要提前关注癌细胞会不会突破血管这道防线。只要这个入口守得住，不让癌细胞顺利踏上血管，后面那一连串致命的骨牌就有机会被延缓，甚至完全阻断。这样的观念转换不只是学术上的突破，它也正在慢慢影响未来治疗策略的设计方向。当研究团队真正看清楚这条致命流程之后，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浮现了。既然关键不只是肿瘤本身，那未来我们到底可以从哪里开始反击？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向。过去我们谈治疗，大多把重心放在肿瘤有没有变小，但现在一个新的焦点开始成型，那就是癌细胞能不能顺利进入血管。如果把血管想成高速公路，那肿瘤靠近血管的地方就像是匝道口。一旦这个匝道口被突破，癌细胞就能快速进入整个循环系统，后面的致命连锁反应也就很难再踩刹车。因此，研究团队提出了几个全新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尽可能阻止癌细胞进入主要血管。换句话说，在他们还没踏上高速公路之前，就先把入口守住。只要入口没有被突破，即使肿瘤还存在，生命的节奏也比较不容易被瞬间打乱。第二个方向是，就算癌细胞已经进入血管，也要想办法阻止它们彼此结团。因为单颗分散的细胞对血流的影响有限，真正致命的
是那些突然聚集在一起的大型团块，只要能让它们保持分散，就比较不容易形成关键性的阻塞。第三个方向是特别关注那些靠近血管的高风险肿瘤这些位置，就像是贴着匝道口盖房子，一旦失守，癌细胞就很容易直接进入循环系统。因此，这类肿瘤在评估与处理上，往往需要更高的警觉。这三个方向听起来或许有点抽象，但它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概念：不要等到癌细胞全面扩散之后，才试着收拾残局，而是提前守住那条真正影响生死节奏的关键通道。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并不是停留在理论阶段，目前已经有研究团队开始投入相关药物与治疗方式的开发。目标不是单纯消灭肿瘤，而是干扰癌细胞进入血管，或是影响它们在血液中的聚集行为。对很多正在面对晚期癌症的人来说，这样的研究方向代表的是一条新的可能性，不是保证奇迹，但至少让战场不再只有一条路可走。当治疗的视角从肿瘤在哪里慢慢转向癌细胞能不能进入血管，我们其实正在看到一个新的思考模式正在形成，而这个转变也许正是未来治疗能够拉开差距的关键。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原来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身体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剧烈而且这么快速的变化。但请你不要只停留在沉重的情绪里，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终于看清楚了敌人是谁，也更清楚该把力气用在哪里。当我们理解癌症末期真正致命的关键，不只是肿瘤大小，也不只是转移数量，而是癌细胞有没有踏上血管这条高速公路，整个看法就会完全不一样。这代表很多决策不再只是被动的等结果出现，而是可以更早思考风险，更早讨论方向，不再只盯着影像上看得到的变化，而是开始关心那些影像看不到却真正影响生命节奏的过程。当治疗与照顾的焦点从肿瘤长在哪里慢慢转移到癌细胞会不会进入血管，我们其实正在看到一条新的路正在成型。这条路不一定保证奇迹，但它让选择不再只有一种，也让希望有了更具体的方向。对于正在面对疾病的人，或是陪伴家人走过这段路的你，理解这些机制不只是增加知识，而是让自己在重要时刻能够问出更关键的问题，做出更有方向感的判断。有时候真正的力量不是知道所有答案，而是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看清楚事情。而这正是这项研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价值。如果今天这一集内容让你对癌症的运作方式有了新的理解，请记得帮这支影片按赞订阅，也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人。也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听完之后最颠覆你原本想法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的留言也许正好能帮助另一位正在迷惘的人多看清楚一点方向。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